哈嘎 Silicone 挤奶器。今天我要介绍这个产品，讲解它的正确使用方法，还有它的各种用途。先声明，这个 video 并不是哈嘎挤奶器的广告。我会制作这个 video 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帮助妈咪了解它的使用方法，免得因为使用错误而导致奶量受影响。Hello， 我是 Lily， 这是我的第一个哺乳产品 video， 希望以后有缘可以制作更多类似的话题，在帮助大家认识产品的同时，学习正确的哺乳知识和概念，免得妈咪们被其中一些无良的商家以误导的宣传手段影响了哺乳期的顺利路程。虽然这产品的官方全名自称是 Breast Pump， 可是在于用法上呢，哈嘎并不是挤奶器，而是属于挤奶器。收集的挤跟挤奶的挤是不一样的哦。它的用途基本上是用来一面亲喂，一面收集另一边乳房露出来的母乳。在这里顺便教一教大家，亲喂的时候另外一边乳房漏奶怎么办？那看情况啦。如果你是全职在家妈咪，完全没有打算回去上班的话，你就不需要存奶吗？你是完全不需要为了担心漏奶而特地跑去买这一类的挤奶器来装住漏出来的奶水的。你只是需要准备一条手帕，轻轻按住乳头，奶阵过了就不会再漏了。如果你会回去上班，需要存奶的话，那么你可以在亲喂一边乳房的同时，用挤奶器吸着另外一边乳房，借用 baby 亲喂刺激出来的奶阵收集奶水，这样就不需要另外花时间去泵奶了。亲喂的时候漏奶的问题，一般上只是发生在产后头几个星期。一旦你的奶量达到供需平衡，亲喂的时候就不会再漏奶了。有些妈咪把挤奶器当作挤奶器，就拿来这样子按当作挤奶，不是这样用的。不要把挤奶器取代挤奶器来用。妈咪会发现产后头几个星期，随便拿起挤奶器吸在乳房上，奶水就很快很容易的喷出来了，所以会觉得很好用。那是因为那段日子本来就是你的奶量旺盛期，乳房是经常胀胀的，只是听到 baby 哭声都会漏奶啊。所以这挤奶器一吸着乳房，那个负压力很轻松，就会把奶水抽吸出来。当这个奶量旺盛期过了，你的奶量达到供需平衡，你就会发现，这个挤奶器的效果逐渐没有刚开始用的时候那么神奇了。如果你的乳房胀胀的话，挤奶器吸着是可以帮助奶水出来。可是当奶阵过了，要再度刺激乳房制造奶水的话，单靠吸着不放是没有办法刺激到奶阵来的。无论是 baby 的嘴巴还是挤奶器，就这样吸着不放都没有办法刺激奶阵来啊。这就是为什么 baby 的嘴巴需要有吸吮的动作，还有挤奶器需要有 stimulation mode， 也就是刺激模式的存在。如果单靠不停的吸着，奶水就会源源不绝的喷出来，还用什么挤奶器啊？用吸尘机吸着乳房就好啊。所以这种挤奶器并不能帮助你刺激乳房。要是你需要追奶，需要给乳房额外的刺激让奶阵来的话，是不能单靠它的。挤奶器适合在什么情况下使用？那在奶量过多的时候，亲喂完或者泵奶泵到理想的量之后，要是乳房还感觉很胀到你受不了，就可以借用 Silicone 挤奶器的负压力来把多余的奶水吸一部分出来，到乳房感觉到没有那么辛苦就停。因为它不会给乳房额外的刺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会很有帮助。需要存奶的妈咪可以一面亲喂一面用挤奶器收集奶水，不需要另外泵奶，节省时间。没有办法亲喂的情况下，
妈咪也可以手挤一边乳房的同时，用挤奶器吸着另外一边乳房。塞奶或者乳头有白点的时候，可以在 silicone 挤奶器里面加一点 Epsom salt， 加温水，然后吸在乳房上，让乳头浸在盐水里面，就会有帮助通乳腺。silicone 挤奶器跟这一类挤奶器 breast gel 有什么差别呢？差别很大，因为用途不一样。长这个样子的 breast gel 呢，是用来放在 bra 里面，它可以收集漏出来的奶水，可是容量不大，而且也不建议妈咪上班的时候带着 breast gel 来收集漏奶，因为长时间停留在潮湿闷热的胸前，等你放工回家后，这个奶水可能已经被细菌污染了。担心漏奶弄湿衣服的话，直接用 breast pad 就好，除非你的乳头乳晕刚好有皮肤问题，就另当别论。这一类的 breast gel 也可以让你的乳头和内衣之间保持一个距离，比如说你的乳头受伤了，伤口贴着内衣，漏出来的奶水干了，就会让你的破皮的乳头贴住内衣，脱掉内衣的时候会很痛。使用 silicone 挤奶器的时候，建议你先把它的喇叭翻开，然后用手把它按一按，乳头对准中间放进去，才放开让它吸着。这样子你的乳头就不会碰到挤奶器，不会被摩擦到疼痛。你也是可以就这样直接吸住了乳房，可是这样的话，乳头可能不在正中间，就可能会疼痛，而且也没有吸得那么稳。如果无论你用哪一个方法也会感觉到疼痛的话，建议你自己尝试调整一下按压的位置和力度，看看有没有帮助。现在市面上已经推出了不同牌子的 silicone 挤奶器，在没有亲身比较过的情况之下，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哪一个牌子比较好。我只是知道哈嘎这一个牌子是最先推出这一类型的挤奶器。哈嘎不是客家哈嘎，它是来自纽西兰，所以这个名字是源自纽西兰毛利人超帅气的传统哈嘎舞。我手上这一个哈嘎呢，是几年前某一个 event 里面，我从哈嘎 Malaysia 那边回来的。在我的哺乳讲座里面呢，我时常有拿来解说用到的。这个是第2代的款式，现在还有推出了新款的第3代。至于2代之间的差别，我在这里就没有办法告诉你了，因为我的手上没有。可是基本用法应该还是一样吧。今天就到此为止，我是丽丽，拜拜。